那场大火把病历室的所有病历都烧光了。当时考虑要开除他。林墨香不知从哪儿听到了风声，天天到我面前来哭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是来向您告别的。进屋吧。当时我考虑这么晚了才来找我，会引起什么非议。可是听了这番话，我打消了我的疑虑，就让他进屋了。坐吧。你准备去哪儿啊？我是骗你的。说什么？我如果不这么说的话，你就不会让我进来。我帮你倒杯水去吧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当时我没有发脾气。你知道，我跟我妻子感情不和，已经分居多年了。可是就在那个时候，我突然觉得我的青春又复活了。谢谢。我改变了开除他的念头，又调他去当护士，关系一直持续到现在。这个周院长啊，已经承认了跟厉墨香有暧昧关系。不过他说呢，他们俩现在正趋于平淡，没有发生过任何冲突。这不是明显的把自己往外摘吗？苏晶不是说过吗？他听过厉墨香跟一个男人发生吵架。咱们假设这个人是周院长，厉墨香说你千万别甩了我，是不是就说明周院长开始甩他了？反正我觉得呀，咱们不能排除对姓周的怀疑。哎，川张许那边怎么着了？啊，他说案发的时候他不在自己的办公室，但也说不出去哪儿了。我觉得他很可疑。我觉得咱们现在还是得严格的控制住张许。龙玲这事儿交给你办了啊。哦，好，没问题。古清跟潘文昌那儿没什么线索，现在咱们还是得从张许跟周院长这找突破口，好吧？啊，好。哎，淼，你去问周院长，他说没说他是怎么和林墨香搞到一块儿的？他们那个病历室失火，当时呢，林墨香是管理员，差点被开除。结果啊，人家给那周院长啊使了个美人计，嘿，搞定！真的？他这么能干啊？病历室失火了。对呀，他那病历全烧光了。这事儿怎么没人告我呀？那都是1年前的事儿了。怎么了？跟咱这案子有关系啊？你怎么就知道跟这案子没关系啊？你没问题。对。你过来吧。哎。撸起来。把袖子撸起来。哟，潘文昌大夫被选为市外伤科协会理事。先生，嘿，潘大夫啊，可喜可贺啊！这算什么？你看这，全是给古医生的感谢信，你看见了？嚯，这么多呢！嗯，古大夫这报纸送我了。拿去包东西吧。哎，先生，那个苏晶找你有点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不知道。不是跟案子有关啊？可能吧。他手机电话号码多少？你这地方不能打手机，你最好用这分机，拨个0就行了。好好好，嗯，那我先去办事儿啊。行啊。
喂，哎，你好，苏晶吧？啊，我是雷鸣。哎，雷探长，哦，我刚了解一个情况，我要跟你说一下。哎，你说啊。是关于厉墨香怀孕的事儿。哦。喂。喂。哎，这信号不太好。哎，雷探长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今天要回家办点事儿，后天晚上回来，我到时候再跟你详说吧，好吗？好吧，喂，哎呦，这电话怎么呲呲啦啦的？什么？怀孕了？周院长干得出这种事儿？如果要是厉墨香怀了周院长的孩子，作案动机就有了。要不要先把他监控起来？他跑不了。出入境管理局，那都是切会的二道贩子。张许会不会是倒卖会去了？如果案发当天晚上他是去跟人倒会，那么他向警方隐瞒自己的去处，那就可以理解了。那雷探，这条线还要不要接着往下摸呀？他那天见谁去了？我不大清楚。哎，管理局有咱们自己的便衣，问一下就清楚。川儿，你得赶紧去查查，咱必须得知道那天他见着谁了。没问题。打听清楚了，他一直在找一个叫陈贤的人。陈贤？你认识这个人吗？不认识，好像没来过这儿，这儿没人认识他。那张许呢？张许倒是来过几次，他是个新人，几次切会他都赔了。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一门心思要找到这个叫程贤的。好，谢了。怎么样？我们这个城市叫陈贤的有5个人，一个是学龄前儿童，还有一个在上中学，剩下这3个符合您的要求。哦，那你能不能让我看一下他们的详细资料？好的。下一个。等一等。程贤42岁，天马国际旅行社总经理。档案里就调出这么多资料。我会回来的。是组团旅游啊，还是出国考察？哎，我这儿有一条日本线路，7日游，给你打7折，怎么样？有点事儿找你私下聊聊。想办移民。你认得一叫张许的吗？不认识。肯定不认识啊！你是记者？咱们换个地方聊吧。好，走，啊。我去过日本，就上回去日本的时候，给日本朋友带了2个古董过去。那当然，那古董是假的。日本人特别高兴，就送了我20万日元。你也知道，我们这个公司这外汇是受监控的，所以我怕麻烦，我就到黑市上去给它都换成了人民币。啊，挣一点是一点吧，这年月都不容易啊。你跟张许什么时候认识的？我不认识。
就这么一回赶上了，就是做完生意他走他的。你们俩第一次交易的时间你还记得吗？记得，是星期天晚上10点。谁定的？我们俩碰的。这事儿是我们俩碰的，因为我约他的时候，他说他开会；他约我的时候，我正好又不在，就后来就定了礼拜天晚上10点。干嘛你每回都非找他呀，不找别人？哎，干我们这行的，谁相信谁呀？还不如就找个陌生人，一把是一把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谁也不欠谁。人家现在还到处找你呢。啊？这还有这2天日元不能出手啊！我就做过这么一回。警察同志，这个我知道这个切汇这事儿违法，但违法的事儿我从来不干，就干过这么一回。坐吧。来来，二位把我给叫来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要我配合一下？案发当晚的10点钟，你是不是和一个叫程贤的人在一起？您知道，我那也可以证明这林墨香不是我杀的。你和程贤什么时候认识的？没是认识没几天了，在出入境管理局门口。我是每个星期都买这足球彩票，买了200、300张的是吧？我最近觉得这手头有点紧，我就倒会评个分，有时候要是弄好了还能那个真能挣点。哎，干嘛呀？你有外汇吗？你换美金？换。你真换？真换。我没有美金。没美金那你就可以走了。哦，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我第一次跟你们这种人打交道，我有点不放心。我有日元。啊？你要吗？日元？有多少？20万。多少钱充？你说吧。那这不成，太少了。这个，那就算了。哎，这样吧，行就行，不行就算了。钱呢？钱我没带着。那这么着，咱们再联系吧，好吧？你把电话告诉我，我给你打电话。你们俩交易多长时间啊？他来晚了，大概前后40分钟。挣钱了吧？挣了多少钱啊？我这挣什么钱？这孙子弄了一套，我赔了。赔多少？1000、2000块吧。你多少钱换的呀？100日元，6块6毛8。案发当天，张许在外面和别人干着非法的切汇勾当，怪不得他不肯说实话呢。这么说，张许的嫌疑就可以排除了。可是他会不会跟程贤串供啊？嗨，要串供的话，也不用拿切汇来说事儿嘛，他可以编个别的谎嘛。啊，张许撒谎呢？什么意思？你看啊，当天日元的牌价是6.86，他拿的日元是6.68，比牌价还低，所以他才找程贤的，他尝着甜头了。那他撒谎也很正常啊，他害怕非法所得被没收了。是，从张许这儿说都能理解。程贤又不傻，他成天切汇不知道牌价多少啊？除非这里头，除非是诱饵。对，而且安排见面的时间跟案发的时间一样，对吧？这不是巧合，这肯定是精心策划的。
如果我们查到了谁跟程贤有关系，那就抓住了狐狸尾巴。从现在起啊，赶紧调查程贤的社会关系、工作关系、家庭关系，肯定有收获。这个方案就先这么定。碰到什么问题，我们再及时沟通，好吧？哎呦，院长，怎么了？苏晶失踪了。不会吧？他回家了，走的时候跟我说了。你不要动不动就制造紧张空气。他们家也说，昨天晚上回去到现在就联系不上了。后来我给他打手机，手机关了。咱们要不要报警啊？哎呀，你不要引起无谓的恐慌，放一放再说。最近啊，烦人的事够多的了。一个小姑娘突然消失，然后又出现，这是最司空见惯的事情了。谁都有隐私嘛，不值得大惊小怪。大家就不要为这件事情分心了。文成，一会儿你还是给雷警官打个电话，把苏晶失踪的事跟他说一声。万一有什么岔子，那别因为咱们耽误了事儿。哎，好。喂，哎，你好。谁失踪了？哎，苏晶失踪了。啊？苏晶走之前可跟我说过有重要线索，赶紧给王川打电话，咱们走一趟吧。好好好。哎，你那边找着什么没有啊？苏晶这儿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。再看看厉木香这儿吧。好。钟灵啊，哎，这看笔记是厉墨香的呀。这是什么？这上写着人名、地址、电话，还有出入院时间，应该是病历吧？这好像都是以前的资料。从时间上来看，厉墨香那时候还没有当护士呢，他抄这些东西干什么？肯定有他的理由呗。帮我拿回去。好。在2年前，程贤当导游的一个旅游团中，我们发现了周院长的名字。哦。也就在那个时候啊，这个周院长啊认识了程贤，两人变得很深入。也可能呢，他俩出于切会，总之他俩成了莫逆之交。啊，雷明，你还记得苏晶要跟你谈关于厉墨香怀孕的事儿吗？这个孩子的父亲啊，极有可能就是周院长。可周院长身处高位啊，他怎么可能允许厉墨香把这孩子给生下来啊？把孩子打掉吧。怎么？你要甩了我？没那么容易。我跟你开玩笑呢。当周院长终于意识到他必须来个了断的时候，他精心策划了这次行动。而程贤这个老朋友，就是这次行动中很重要的一颗棋子儿。当厉墨香见到老情人，她没有任何防备。凭周院长的体格，他是完全可以把没有知觉的厉墨香背到锅炉旁。而此时，张许正在跟程贤交易。此时保卫科里空无一人。周院长从容地经过保卫科，来到了锅炉旁。
全过程。我觉得呀，咱们只要把程贤控制住，只要他能够招认，一切咱们就全解决了。怎么，你不同意？我还真不同意。如果要周院长是作案凶手的话，他没必要找这么冒险的方式吧？啊，先支开张许，然后背着林墨香走个100-200米，再把他塞锅炉里，没必要啊。而且以周院长跟林墨香的关系，他用什么办法不能把林墨香支到一个人不知鬼不觉的地儿把他做了？你们别忘了啊，他是院长，他用任何一种办法都能把张许调家去。他非得找程贤调给张许，又多一程贤知道他犯罪，我觉得这不合逻辑啊。可程贤认识周院长，这难道只是巧合？这有什么不可能啊？咱们现在就知道周院长参加过程贤的旅行社，就算他们俩认识，这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啊？这可能就是种巧合呀。不可能，这也太巧了，这个。我知道你们觉得巧啊。国外有专家专门做过实验，说任何国家里2个不相干的人要把他们搁在一起，你们知道最多通过多少次联系吗？10次。他们真找了2个人，真不认识，然后发现这个人姐姐的同学就认识这个人的舅舅，就这么简单。现在这社会关系这么复杂，对吧？跟蜘蛛网一样，这有什么不可能呢？所以我觉得周院长根本不是凶手，因为凶手如果选择这种方式作案，必定是迫不得已的。那你的意思是，勾结程贤作案的是另有其人？对。那会是谁呢？现在没有证据还不能说，但是啊，我觉得程贤在这件案子里绝不是调开张许那么简单，这背后肯定有事儿。那你就给我们透露透露呗。透露一点是吧？工作。程贤的工作，旅行社呀。对了，继续调查程贤的社会关系，肯定能找出事儿来。对。龙岭，来，这是咱们从林墨香宿舍里搜出来的单子。你把它查查，这里边人什么时候住的院，什么时候治好的啊？好，没问题。雷鸣，青鸟健身俱乐部发来的传真。哎，这就对了，川儿，这回案子才能收网呢。啊？对不起，你没事吧？哎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来，快起来。哎，没事吧你？啊？那……看这个样子，好像是案情已经有眉目了。谷主任呢？啊，他做个手术，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吧。啊。我刚才跟您说找一下潘大夫。来了。哎，怎么着？找我有事啊？是这样，雷探长想跟你谈谈啊。哦，来，坐。我先回避一下，你们谈。潘大夫，这本书是你给我的，这上边有一篇论文是你跟古清联合著名的。当时你跟我说这是你最重要的医学成果，我没记错吧？对。我现在想知道这篇论文的来历。您是什么意思啊？因为我记得当时你跟我说过，这里边大部分的东西是古清的。对，我说过。我现在想知道这里有多少是你自己的。不多。我就是做了一些文字上的工作。那这实际就是古清研究的成果。可以这么说。
不过怎么说呢？写我们两个的名字，这是他的意思。他这么做，主要是为了提携我。他为什么要提携你啊？这可能是他表达好感的一种方式吧。那就是说，你从头到尾都没有参与这篇论文的创作？没有。你对这篇论文知道有多少？不多。可以这么说，突然有一天他把这篇论文给我的时候，我才知道这事儿。你就一点不奇怪？你就一点不觉得怀疑？怎么说呢？我怀疑过。我甚至觉得这个成果不是他的。谢谢。您工作还多，就不麻烦您了。这个案子源于一桩学术阴谋。1年前，医院发生了2件大事儿，一个是陈丁教授的突然死亡，一个是档案室的失火。失火了！失火了！而这2件事儿给了一个人可乘之机，这个人就是古清。古清盗用了陈教授的医学成果，而且还注上了潘文昌的名字。一方面为了掩人耳目，另外一方面，潘文昌这个人性格比较温和，也不容易节外生枝。这篇文章被加进了丛书里，也成了古清最重要的医学成果。按照医学界的惯例，一篇论文必须要有临床实践来证明论文的论点，但是档案室的失火给了古清可乘之机。咱们还都记得，周院长跟咱们说过，这1年里古清的古治疗法有了显著的疗效，全国各地寄了几10封的感谢信。请注意啊，因为没有病例，所以感谢信成了医疗疗效的唯一证据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些感谢信都是伪造的？毫无例外，全是伪造。这个是我从古清那儿拿到一份报纸，这上登载了这些感谢信，但是由于感谢信本身没有破绽，地址又特别遥远，所以医院没证实这件事。这些感谢信来自天南海北，哪个省的都有。这邮戳总不能是假冒的吧？而且古清上哪找这么多人跟他串通啊？只有一个人利用他的特殊身份，能够分身有术记住这些感谢信。这是王川今天收到的一份传真。雷鸣同志，经调查，古清程贤确曾系我健身俱乐部会员，古清会员编号为0317，程贤会员编号为0319。此致青鸟健身俱乐部。这个程贤不仅仅是将张许调虎离山的一个棋子，也是古清这场学术阴谋里的重要实施者。他们2个人1年前在健身俱乐部认识的，程贤对古清呢特别有好感。然而古清特别清楚地认识到，程贤旅游经理的身份对他是大可以利用。这就是程贤是吧？啊，是啊。他去年1年啊，为一家旅行杂志做特约记者，然后呢，借着出差的机会，就把全国各地给走了一遍，然后这些照片呀，都在杂志上发表过的。在感谢信的邮戳和程贤的旅游线之间，有着一种奇妙的应对关系。程贤走到哪儿，哪儿就会有一封感谢信寄到医院。程贤整整旅行了1年，不但在杂志上开设了专栏，顺手还把古清的感谢信给凑齐了。但是有一个人发现了这个破绽，这个人就是林墨香。苏青失踪以后，我们又搜查了林墨香的宿舍，在里边发现了一张特别奇怪的名单。这是古清当时治疗病人的资料，病情病历都是真实的，但是林墨香留了一份。
难道厉墨香在失火之前就知道古青在装腔作势？这个我也不知道。但是根据现在的线索，咱们只能假设它是一种巧合。厉墨香知道他手里这份证据的力量，所以他选择了敲诈。王川，你还记得吗？那天晚上古青的吵架，还给你脸了，你别太过分啊！后来厉墨香特意跑到我病房来跟我说，是古青跟潘文昌在吵架。实际上潘文昌当时根本不在场，在场的是厉墨香自己。你要多少？还给你脸了，你别太过分啊！厉墨香当时怕引起我的怀疑，所以编造了古青跟潘文昌吵架的谎言。可是我当时并没有向潘文昌证实。哎，怎么了？厉墨香知道自己跟周院长的关系不能长久，所以他选择了敲诈古青。古青从一开始就动了杀机，所以那天他利用程贤调走了张许，给自己提供了作案的时间。可是，哎，这个古青怎么可能一个人把厉墨香从楼梯口一直背到锅炉房啊？所以当天的情况应该是这样的。厉墨香，我们找一个地方谈谈。就这样，他们来到了锅炉房。在锅炉房，古青趁其不备，用蘸满乙醚的纱布麻醉了厉墨香。这个就作案的全部过程。程贤已经承认了为古青发信的事实，现在只需要逮捕古青，整个案子就结了。哎，对了，那苏京呢？苏京去哪儿了？那得问古青啊。哎，他手术做完了吗？林探长，刚才古医生来电话问让他到会议室干什么，我说你们在这儿。好像有点那，他什么反应？他没什么反应啊，就把电话挂了。他是不是感觉到了什么？要不要把他控制起来？什么？他跟这案子有牵连啊？赶紧封锁现场，别让他跑了。好，你给我带路。走。雷鸣，我是王川。我现在在办公楼，整个楼层我都已经找了，没有发现他。喂，雷鸣，我是风铃。值班医生说他已经离开了门诊大楼。对。马友，你去售后区啊，我去住院部。王超，赶紧过来！哎呀，古青畏罪自杀，这个案子终于能结了。你怎么了？好像看起来不高兴啊。没不高兴，这案子还有好多说不清的事儿呢。还有啊，
比如，你比如陈婷教授闹鬼这事儿，你还想着捉鬼呢？你别钻牛角尖了，行不行啊？他不是我钻牛角尖，确实这事儿得有一合理的解释吧？啊，那陈贤还活着呢，他是同谋犯，你去问问他呀。我问了，他不知道啊。而且你告诉我，林墨香怎么有那份病人名单啊？他未卜先知。你不是说这是巧合吗？哎，老兄，你还有多少个为什么呀？最起码还一个啊！你告诉我苏晶去哪儿了？院长不让说，其实大家都知道，林墨香就是他杀的。真不敢相信，古青平常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，杀起人来可真不手软。嘘，当着死人，别瞎议论。人死为大，这人一死啊，不管有什么罪孽，也都偿清了。哎，小邓，看看多少号？是228号。哦。苏青。死亡时间超过24小时，没有目击者。他是准时回来的，一回来就被人杀了。古青杀的。雷探长，哦，我刚了解一个情况，我要跟你说一下。哎，你说啊。是关于林墨香怀孕的事儿。这电话怎么呲呲啦啦？哎，刚才有没有听见谷主任跟潘医生吵架？我妈的尸体没了！哎，雷鸣，怎么了？啊，解剖古青。好。什么？啊，周院长，我想全面尸检，好知道古青真正的死亡原因。我想希望医院能配合我们。好，我一定配合。谢谢。结果出来了，胆囊和心血管破裂，肾上腺激素急剧分泌，出现了大面积的心肌梗塞。他是给吓死的。什么？吓死的？以古青的性格，他要铁定要自杀，死之前不可能发出那么惊恐的叫声，他肯定看见什么特吓人的景象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一句话，他见鬼了。他到底看见了谁呢？陈婷教授。麦欧，你跟我去趟医院保卫科。好。雷警官，昨天晚上也是他们2个人值的班。那咱们开始吧。好，开始吧。哎，你好，把刚才那段给我倒一下。好的。哎呀，对不起，你没事吧？哎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来，起来。
他在干什么？好像是在等人。我们现在怎么办？看看他在等谁。他在干什么？好像是在等人。我们现在怎么办？看看他在等谁。嗯，有情况。你为什么要抓我？你凭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知道我自己的权利。你这么做是违法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要见律师，在我的律师到来之前，我不会回答你任何问题。我问你问题了，啊？问你了吗？找你来就是跟你说真相的。医院发生所有事儿的真相，你想听吗？行，你说，我洗耳恭听。咱们就从古青的死说起，好吧？古青那天做完手术以后，以为有人找他，给你打了一电话，对吧？你第一没跟他说警察的事儿，第二也没说我对论文产生的怀疑，你就跟他说了一句话。你到楼顶等我，我马上就来。就因为这句话，古青就跟往常跟你约会一样，毫无防备就上了顶楼了。他万万没想到，他在那儿看见了他一生中看见最恐怖的一件事。他看见他以为死了的厉墨香了。真以为他见了鬼了，所以导致心脏病发作，当场死亡了。案发的时间地点你都设计得特别巧妙，我当时还真以为古青是自杀的。厉墨香跟医院里人都太熟了，所以他要想混进医院，必须得乔装打扮。那天他满脸裹着纱布进了医院的大楼。没事吧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古青是给活活吓死的。那一瞬间，他完全相信站他面前的是个鬼。是谁给了他这么个心理暗示啊？让一个女大夫相信有鬼？
这让我想起好多医院的传说，光有传说不够啊，对吧？还得有事实。挺不幸的，我是目击者。我亲眼看见死了的陈教授，这是一个再强有力不过的证据了。我从头到尾看见的就是一场戏，哪有鬼啊？你就是鬼。第二次闹鬼根本就是你自编自演的一场独角戏。你几乎骗过了所有人，包括我，让我们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陈教授身上了。你只要表达一个信息，就是闹鬼这种事儿只对亏心人有用，特别是古青。他先是害怕，然后怀疑，等你把气氛渲染足了以后，再放出了真正的鬼，就是厉墨香。我看你真的是有心理疾患。我跟厉墨香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要跟厉墨香没关系，你干嘛杀苏京啊？简直是胡说！我什么时候杀苏京了？因为苏京知道你跟厉墨香之间的事儿。这地方不能打手机，你最好用这个来分析，拨个铃就行。好好。继续办事。行。你出门之后来到隔壁自己的办公室，那儿有部分机，你能听见我跟苏京说话。喂，哎，你好，苏京吧？啊，我是雷鸣。哦，我刚了解一个情况，我要跟你说一下，是关于厉墨香怀孕的事儿。喂，喂。当时我还真以为是信号问题呢，放弃了一个特别好的机会。我想当然的以为苏京跟我说厉墨香怀孕的事儿，是指厉墨香跟周院长之间的事儿。其实呢，苏京跟我说的是厉墨香在护校怀孕的事儿。虽然事儿瞒得挺紧的，但还是有人知道你才是当时孩子的父亲。当时你正在护校当老师呢，对吧，潘大夫？苏京掌握这个情况，让你觉得受了威胁，所以你必须得杀他。而且苏京当时撞破了一次你跟厉墨香的约会，你当时没出声，让所有人都觉得那是周院长。你要甩掉我，没那么容易。我逗你玩呢。其实你跟厉墨香的关系早就露出破绽了，就是我没察觉。那天厉墨香跑到古青的房子里敲诈的，古青大发雷霆。厉墨香还跑到我跟王川的房子里来说是你跟古青在吵架，你干嘛帮他圆谎啊？哎，雷探长，你昨天晚上听见我跟古医生吵架了吗？明明是假话，你还跳出来作证，挺奇怪的吧？哎，我说，你怎么知道我没跟古青吵架呀？你有时间吗？啊，那天我找古青的时候已经1点了。张许后来说进来好多病人，你一直在做手术，你一边做手术一边怎么跟古青吵架呀？还有一份证据，就是厉墨香手中那份名单，那份名单是你给厉墨香的，所以厉墨香才能拿着名单去要挟古青。这你就胡说了，我从哪儿搞的这名单啊？啊？全世界就你能从古青那儿拿到这份名单，你们是这场学术阴谋里的同谋，你们合伙拿走了陈教授的论文。古青后来胃口越来越大，开始伪造临床证据。杀死古青对谁有利啊？就对你有利。
后交给古青。你把名单给了林墨香，让林墨香拿着名单去敲诈古青，古青当时就慌了，决定杀了林墨香，所以他找你，为什么呀？你们俩是一根藤上的蚂蚱。古青亲眼看见你把林墨香塞进焚尸炉，实际上呢，他看见的就是一个穿着林墨香衣服的尸体。停尸房里丢了一具老太太尸体，是你用那具尸体代替林墨香给搁进焚尸炉的。林墨香根本就没被麻醉过，放在楼梯拐角的暖瓶是你设的假象，用来迷惑我和古青的。古青以为用程贤调开张许，又用你杀了林墨香。事实上呢，林墨香根本就没死。古青这个人真是太天真了。那这么说，林墨香也是我杀的？你一知识分子，大半夜的不跟人约好，跑那楼里干嘛去？你早就想除掉林墨香了，又被我们撞上了，你还说什么呀？好，分析的真好，可以说是滴水不漏。但是，你缺一样东西。你说。证据。你说了半天天花乱坠，证据呢？啊，证据呢？巧了，这是昨天晚上在林墨香尸体上找到的一封信。他是真爱你，可也真了解你。你这人太狠了，你是机关算尽，百密一疏，知道吗？这里边林墨香写了你所有犯罪的证据。看来我死定了。你觉得呢？如果我做件好事呢？你还能做什么好事啊？是这样啊，我和古青分析过你的病历，你知道吗？你8岁的时候，看见你姐姐复活了，跟着她走进了太平间，看见所有的死者都苏醒了，对吗？对。你被吓晕过去了，对吧？也对。你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在一个清洁工的怀里，对吗？这个清洁工并没有告诉你是在什么地方找到你的，对吗？这就是你的症结所在。你并没有看见你姐姐复活，你没有进太平间，所有这一切都是你的幻觉。你只是做了一场梦，你知道吗？准确的说，是一场梦游。梦游，你知道吗？你在半睡半醒之间离开了长椅，然后在走廊的犄角旮旯里晕倒了。清洁工发现你的时候，并没有告诉你是在什么地方找到你的。你知道吧？孩子啊，这孩子容易受到暗示。
你以为自己进了太平间，发现你姐姐复活了，没有人纠正你这种幻觉，所以你就把你这种幻觉当成了现实，当成了真相。这点儿，你的病症跟我非常相像。哎呀，我以为我自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得到一切，可是，现实怎么样？谢谢你啊。朱院长。雷警官，听说你找我，我就来了。还是案子的事儿。吃饭，我想请你吃饭。请我吃饭？那为什么呀？通过这次在医院办案，了解了好多医疗常识。可是呢，由于工作需要，我确实特别想知道好多心理学上的事儿，想跟您好好聊聊。这你算找对人了。不瞒你说啊，我最初学的就是心理学专业。顺便跟您说一声，我已经把院长的职务辞了，我要做一个踏踏实实的医生。啊，以后不管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忙，尽管说，包括心理学方面，家庭、事业、爱情，什么都行。顺便问一句，喜欢什么样的女性？这一会儿吃饭时候聊。哎呀，这个牌可真够差的。勾圈 K。哎，7、8、9同花。哎，你刚才不是不要吗？刚才看见。你就这么嚷嚷的哈？行。阿姨，哎，我帮你干点什么吧？不用了，告诉他们把桌子准备一下，一会儿就开饭啊。哎，同志们，收拾吃饭了。啊。别玩了，放回去。带我去帮忙去了啊！说你这事儿吧，快。吃饭了，我都快饿死了。来，阿姨先吃点。啊。妈，您吃饭吧。啊，你们先准备一下，待会儿啊。雷鸣。我好像听见雪花的声音了，你下去看看吧。我给你找去。跟我找猫去吧。你们家还养猫了？我妈特爱养猫，前2天猫丢了，我再找不着啊，我妈非急出病来不可。走吧。是这个。哎，不对呀，我们家那雪花是白的，全都是白的，这尾巴黑的。要不再找找吧？哎，你不是就是希望这猫是白的吗？啊，你呀，先给它洗个澡，我给它美下容。美容？你又出什么幺蛾子呀？哎呀，瞧我的吧。哎，看不出来了。没问题。怎么样？这修改液还挺好使。还赶紧收起来。来啦！哎，雷鸣。哎。雪花洗好了吗？哎，洗好了。快过来吃饭了。来了。哎呦，我的雪花哦，可把我给想死了。行，这回您踏实了。哎，对哦，阿姨，快来吃饭，坐凉了，快。喂，哎，队长。啊。好嘞。什么事儿？哎，发生了一桩汽车坠毁案，而且人还在车里头。队长让咱赶紧去一趟。走吧。好，走。
吃完了饭再走啊。不吃了，阿姨。不了，阿姨。哎呦，真是的，见阿姨。你，哎，阿姨再见。哎呀，这是一个菜啊，这孩子这。咦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去中心现场看看吧。好。哎，你们注意到没有？这个车被燃烧过以后，中间却有一道特别明显的分界线。是啊，怎么会这样啊？车窗玻璃是紧闭的。如果车里的氧气不够的话，那火势燃烧到一定程度就会自动熄灭的。但是分界线为什么这么清晰呢？如果前座被泼洒了像汽油这样的易燃物的话，那火势充分燃烧，耗尽了车里所有养分，火势还来不及蔓延到后面，就会被熄灭的。那你的意思，他杀？一般情况下，自杀者是很少往自己身上浇汽油的。你们想啊，能减少自己的生命，本身就需要很大的勇气了。他凭什么要糟践自己身体啊？你的意思就是凶手故意要造成这种前面烧毁、后边保留的现场，是吧？哎，你们来看，应该是他杀吧？为什么？刚才咱们从那儿过来的时候，全都是上坡，又没有刹车印儿，肯定不是自然事故冲下来的。那只有两种可能，要不然是自杀，要不然就是这人神志不清楚。就跟你说的似的，如果是自杀，那么这个人在掉下悬崖那间肯定会加一脚油，尽快的结束这种痛苦。但是这车下来的这么慢，肯定这里有问题。如果说是神志不清，失去正常的判断能力，也有两种可能，一种就是死者自身身体不适，另外一种就是被人下毒或者是外力导致昏晕的。哎，你们看，红葡萄酒、食品，谁吃饱了撑的，自杀了还要带这么多好吃的？你把这刀拿回去，做完化验，到时候把单子给我。好，开元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邵一鹏。名片，包里的。我觉得奇怪啊，如果是他杀的话，死者从上面坠下来已经必死无疑了，为什么还要往他身上浇汽油呢？你的意思是说，凶手是想有意的掩盖死者的身份？另外，这手包放在后备箱里也不对啊。我怀疑凶手是不是故意想扰乱我们的视线，让我们误认为死者就是邵一鹏啊？回去吧，让死者家属到局里认一下。好，走吧。走。喝点水吧。您能确认死者的身份吗？我是说，尸体损害的挺严重的，您能100%的确认死者的身份吗？我能。他腿上有一条很明显的伤疤。他还有别的身体特征吗？他是 O 型血，还有他的胃
做过手术，切除过一半。谢谢您提供的这些身体特征的状况。另外，人死了不能复生，您还得保重。今天早上出去的时候，我还让他开车小心一点，可是没想到。他说他要去哪儿了吗？他去钓鱼了。他每星期2都要去钓鱼的。今天早上去的特别早，4点钟不到就去了。他今天为什么出去那么早呢？因为他昨天把驾照忘在公司里了。另外，他还有一些事要交代他的秘书。那他的秘书叫什么名字？他的秘书是个女的，叫叶强。那你知不知道他跟他的秘书要交代什么事儿啊？这我倒不太清楚，大概是些公司里的事吧。最近邵一鹏有没有什么身体不适，比方说晕眩的现象？没有，我倒不担心他的身体，就是他出去太早了，我怕他碰到歹徒，所以让他带了一把刀。为什么？因为前几天报道不是说有个司机半夜被人捅了吗？我怕他出去的太早，遇到歹徒，所以我让他带把刀防身的。什么刀？上个星期我买了一套刀具，里面有把尖刀，也不知道用来做什么，我就让他带着了。可是没想到，他没碰上歹徒，却自己冲下悬崖了。我一直跟他说，让他开车小心一点，可他就是不听。邵太太，别太难过了，咱们走吧。谢谢你们。保重。看来死者真是邵一鹏。我觉得凶手倒汽油烧尸体就是想掩盖邵一鹏的身份，但他不知道邵一鹏把手包放在后备箱里了，手包里又正好有名片，所以凶手的计划就落空了。验尸报告出来了啊！好。死者曾经做过胃部切除手术，而且血型也是 O 型。那死者肯定是邵一鹏了。他头部受过严重的钝器伤，而且查出来胃部含有 YLF 致幻剂的成分。这肯定是他杀了。100%。2位久等，我是本公司的总经理助理，我叫叶强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请坐，请坐。有什么地方可以帮上2位吗？啊，是这样。任总，有人找我。这是我们任总，对，这是公安局的老师。你好。啊，有什么事儿请快一点，我还要去市里开个会。你现在就可以走，我们再改时间传唤你吧。我们也忙着呢，啊，你尽量配合点，咱们抓紧，好吧？这样最好。邵一鹏是你们公司的总经理吧？你们最后一次见的什么时候？最后一次见面，昨天晚上开完董事会，我们一起下。我今天早上还见过他。什么时候？早晨凌晨4点的时候，他回来取驾照，说要去钓鱼，而且还顺便布置了一下公司任务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他死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
怎么可能？经过调查，发现他是被谋杀的，所以我们到这儿来了解一下情况。你今天上午几点来单位的？啊，10点。平常你都这时候来？不，今天路上堵车。这样吧，你们想了解什么，先问业主，我还要开会。要知道。对不起啊，我实在是太意外了。没关系，你的心情我们都能理解。请坐吧。对不起。喂。啊？不要了。啊，对，我们不要了。就这样吧。坐吧，叶小姐。今天上午邵一鹏找你，跟你说什么了？今天，叶小姐，这是人命案，你得配合我们调查。我知道。今天，这个星期是我值班。今天早上，谁啊？来了。邵总，那么早您就来了？哎，昨天晚上你没回去啊？啊，我整理一下房展会的材料。啊，你把驾照给我拿出来。驾照？我要去钓鱼。哦。您的驾照。来，坐这儿。我坐这儿吧。房展会的事情呢，你帮着落实一下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已经通知他们下午2点开会。啊，干脆这样吧，让任总呢主持会议，你跟我钓鱼去吧。不行，我今天还有别的事儿呢。有他在，你有什么不放心的？这小子不愿逞强，那就让他干好了。这样不太合适吧？哼，这有什么不太好？来，小强。邵总，邵总，邵总，你要再这样，我可喊人了。你注意到刚叶强这电话？他的表情很不自然。不要什么呀？我觉得就是可能是什么东西，因为邵一鹏死了，所以不要了。我去调查一下吧。你觉得任继昌怎么样？我看他跟叶强啊都不能排除怀疑。我是觉得他太冷静了，而且今天早上迟到2个多小时，作案时间肯定有。那个叶强看着挺真诚的，不过这都难说，好多长得不像罪犯的人，不最后都犯了罪吗？死者呢是死于凌晨7点至8点之间，汽车前部的焚毁呢不是自然起火，是被人泼洒汽油人为点燃以后才推入山谷的。那么死者头部的钝杖伤呢是由于瓶状砖头所致。他在死前曾经进食过奶油糖，经化验呢里面含有外来致幻剂成分，那么在他尿液中也含有此类的物质。但是值得注意的是，川儿，你在后备箱发现的那些食物里并没有含有此类物质。那把刀呢？这把刀上只有1个人的指纹。但是邵一鹏的上身已经严重焚毁了，我们没有办法进行指纹对比。在电脑上呢，存储的指纹档案中也没有发现和肩章上一致的指纹。死者身上有没有刀伤啊？没有，刀上没有任何的划痕和血迹。应该说这把刀是新的，至少在案发的时候是没有用过的。这么说，这把刀很可能像沙秀花说的那样，是邵一鹏带在身上防身的。目前只能这么认定了。我回来了。啊，怎么样？总共是8次电话打给叶强，其中5次呢是任继昌打的，
其余3次，一次是贵夫人珠宝店，一次是和记洗衣店，还有一次是开元公司所在大楼物业保卫科的电话。保卫科？保卫科。哎，醒醒！哎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你们找谁啊？找你。找我？你是郭二宝吧？你们怎么知道的？执勤表上不是有你的牌子吗？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我们公安局刑警队的，我叫雷鸣，他叫王川。我算是明白了，你们是来查我们邵总的事儿的吧？你说说你知道的情况吧。我能知道什么情况啊？你保卫科长吧？对啊。保卫科长，你不知道公司发生什么事儿啊？那我知道的可都没什么好事儿。我要想知道什么好事，就不找你了啊！你跟我说说公司最近有什么异常没有？异常？哎呦，这异常还倒真没有什么。哎，不过昨天我们邵总跟我们任总啊吵了一架。吵架？这个事儿是这样的，那天呢，也是我值班。叶助理啊？什么？好，我马上过来啊！哎，好。只要我还没死，我就是开源的总经理，你他妈的就得听我的。那后来呢？后来我就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今天都是你值班吗？对啊。你没出去过？您这话说的，上班的时候哪能随便乱跑呢？是不是？你跟叶强什么关系？我跟他同事关系啊。我跟他好像从来没有什么私人来往。哎，你们问这个干什么？你要是工作上有事儿，打电话打他办公室吧。对。哎，再说了，我根本不知道他私人电话啊。是吗？不是，你们什么意思啊？你们在审问我？我们就是想让你协助调查。那我知道的也就这么多了。你今天上午打电话都跟他说什么了？你们怎么知道的？别问那么多，只回答问题。没什么。没什么？你打电话不说话啊？不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跟他就是一般性的聊聊天，真的没什么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得知道，你现在跟警察说话呢。我发誓，警察同志，我跟他真的就是随便聊聊，真的没什么。川，好，2份儿。川，签个字。哎，同志们，线索没找到，倒破了一起盗窃案。那也算没白跑一趟啊。洗衣店里面没什么线索，打电话去给叶强，只是让他去洗衣服。你那边情况怎么样？邵一鹏给叶强买了一个50万的钻戒。50万，够奢侈的呀。看来邵一鹏和叶强的关系还真不简单呢。你的意思是叶强跟咱俩说，邵一鹏对他动手动脚是撒谎？还也许，是肯定。那也不一定，看他们俩关系怎么样了。我觉得送戒指有2种可能，一种是他没得到叶强，一种是已经得到了，然后去维系他们俩的关系。
如果是前一种的话，叶强没拿着戒指，也不会让邵一鹏占他便宜。其实我倒觉得是什么关系并不重要。你们想，就从一个人的正常的心理来分析，这么昂贵的诱人的珠宝马上就要得到手了，他凭什么马上让他飞走啊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就算是叶强真的想甩掉邵一鹏，他也犯不着在这个节骨眼上。从现场提供的线索来看呢，凶手是将邵一鹏用砖头击晕以后，把小汽车推下悬崖的，这是需要力气的，叶强不可能达到。他也许可以找一个同伙，比方说任继昌。这么着吧，春儿，明天咱俩再去趟开元公司吧。好，你们俩明天去找人盯着任继昌。咱记着啊，你们千万别打草惊蛇，好吧？是来找我的吗？我们到你们保卫科办点事儿。啊，要不要我带你们去啊？保卫科有人吗？应该有人。有人就不用了，我们自己去吧。啊，那行，那你们先忙，我先走了。啊。如果不知道她和邵一鹏的关系，我会认为她是一个好女孩的。你是否觉得我伤悲？除非你是水，将我温柔的包围，才会发现我真的流泪。如果我是一朵花，你是否觉得我最美？除非你试图将我深深的栽培，才会发现我害怕枯萎。除非你能读懂我的眼泪，除非你能让我永不枯萎，除非你能让我自由地飞，除非你能做到所有的一切，你要的我才会给。除非你能读懂我的眼泪，除非你能让我永不枯萎，除非你能让我自由地飞，除非你能做到所有的一切，你要的我才会给。你还心疼那戒指呢？你还不如直接问我，是不是和邵一鹏经常有性交易呢？我有的，只是我的脸蛋儿，我的身体。姓邵的死了，你一个人不害怕吗？别不要脸了！我总不能因为跟他吵了一架就把他给杀了。那你就有时间跟叶强在一块儿是吧？叶强是邵一鹏的情人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光是打了我。那你干嘛不报案呢？接到报案说郭二宝死在他自己家里了。